不是我说你，你堂堂江家宗主，江氏集团总裁，商场里混的，怎么会一点不知道兰儿回来的消息？兰曦臣最近没说要大家聚聚吃饭，庆祝他弟弟回来。魏婴说。说到兰曦臣，江城更没好脾气了。这个人一个月能用各种借口请我吃饭几十次，哪次我能信？说到一半，江城发现了，魏无羡，你说什么？蓝忘机回来了，他抛夫弃子几十年，他知道回来了。我外甥女呢？没被他养死吧？没有，他不是那样的人，他对我女儿挺好，对你外甥女也挺好。我今天还和他一起出去吃了饭，等我们再处，我看他到底对我是个什么意思，我再坦白。魏婴说着，我们先解决一下主要问题，关于你外甥和外甥女的成长大计好不好？江城，你居然还想着和他处，真是色迷心窍，你的人生在他身上糟践的还不够吗？又是说到一半，江城回味出了魏婴的下半句话，怎么你有什么鬼点子？我外甥女也出和魏琛一样的问题了，真不愧是一个妈生的，真像。我去骗她试试，你安排一下家里的医院，报告动点手脚，别让他察觉出是亲生的。魏婴说道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知道，你还真是有办法，我直接帮你约院长，你让他帮你安排。江城回道。四人进屋之后没过多久，江城也走了进来，这是他家的医院，他自然是想怎么走怎么走。他透过单向玻璃仔细观察了一会，发现四人都是呆坐，偶尔聊几句，不由大感无聊，起身出门。站在屋外，江城点了根烟，突然回忆起了若干年前的旧事，从魏婴突然办休学，人间蒸发，到他和他姐在魏婴老家夷陵找到他，再到孩子生下来，真是历历在目，如同昨日重现。他又看来一眼屋门，不由皱了皱眉，这样值得吗？魏无羡有时候真的是傻得可以。他又想起12年前的带魏无羡去警局报警时候的场景，天上飘着细碎的雪花，他揽着魏婴快步走着。没办法，必须得揽住，不揽住肩膀，他实在放不下心来。这人那时的情况其实很糟糕，2个孩子又是男凹，根本没法子正常分娩，只能剖腹，可剖腹依然有大出血，所以才一直在医院，甚至连孩子百日都是在医院过，养到现在也没养回去，瘦瘦弱弱的，现在又因为小女儿的事情乱了手脚，一路急跑出来。看样子这人虽然是被裹在厚实的大衣里，但大衣里面只有薄薄的病号服，脚上也是，虽然踩在棉拖里，但下着细雪的天气，路面湿润，鞋子早就打湿了。2人一同走到警局大门口，就看见院子里停了辆车，蓝湛站在车边，兰曦臣抱着他们熟悉的襁褓，粉色的，带着他姐姐特意挑的米菲兔。兰曦臣把襁褓交给蓝湛，还面色严峻地说了些什么。江城几乎是立刻就感觉到身边人的僵硬，突然的就和中了定身术一样，直直地立在原地。江城，怎么办？怎么会这么阴差阳错？其实也应该知道，他们的女儿这么可爱，被抛在哪里都会有人愿意捡着，交给警察也很正常，这也算是幸运。这个小小的孩子及时得救了，唯一的不幸是这竟然比对上了蓝湛的 DNA。江城还记得这人的颤抖，那时候的他伸手握住那双冰冷的手，理智地问道，说还是不说？魏婴沉默了片刻，看着蓝家的车从警局里驶出来，转过身，近乎绝望道，不来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。下一秒，整个人就要软倒。幸好他眼疾手快，把人搂住，伸手进大衣摸索伤口。果然，因为刚刚的急速奔跑，这人就要拆线的伤口崩裂了，病号服上湿漉漉的，像是这人心里流出的血泪。想到这里，江城啐了一口，想着怎么在监狱好好整整温巢，只要在里面待1天，就让那家伙1天不安生。这时候，医生突然也出来了，看来一眼面前的江总，恭敬道，江总，他们一家人的情况很好，但是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诱导发育起码还得进行3次左右，时间差会达到近1年，时间久了总是会发现不对的，一家人怎么就不能把话说开呢？我知道了。江城正想着温巢，鼻子都快气歪了，敷衍道，医生的话他也不是没听，他知道，但这件事得让魏婴自己做决定。不过这人多半还是想着先和蓝湛处，能瞒1天是1天。
医生没多说什么了，老总的家事他不敢置喙，又进去了。江城把烟掐了，也走了进去。最先出来的蓝璇和魏婴，其次是晚进去的魏琛和蓝湛。魏琛出来之后，就敏锐地发现自己老爸的神色有些古怪，直盯着他看，欲言又止。他几步走了过去，拉过自家老爸的手，机智道：“魏哥，你知道厕所在哪吗？”魏婴的面色这才稍稍缓和了些，我带你去。说着，看了蓝湛一眼，和众人说了句，出了门。两人一路上都没有话，魏曾唯一能感觉到的是自己老爸正紧紧地握着他的手，直到厕所和他进了同一个隔间，才突然放松下来。魏婴把门反锁，突然抱了过来，魏琛一脸茫然，也不反抗，仍凭自己老爸半蹲着，抱住自己，将头枕在他的肩上。魏婴的声音透过衣料传来，闷闷的：“别动，让我抱会儿。”然后是深深的呼吸。魏琛明白了，不由又好笑又无奈道：“爸，你不至于吧？你这是在吸我爹落在我身上的味道。”魏婴的声音依旧是闷闷的：“你以为我们是什么？三垒都上是完全标记。完全的标记意味着什么？魏琛知道，这是 ABO 生理课的内容，也是他爸反复和他强调的。如果 O 被完全标记，那么意味着这个 O 一生只会对那个 A 起反应，发情期只能由这个 A 抚慰，甚至连平时都只能被这个 A 的味道安抚。而不同 A 可以重复标记，因为这个 O 对于婚姻的选择极为慎重，政府对于 O 的保护极其重视，实在是与婚姻破碎或是 A 方死亡，可以申请 O 腺体摘除手术。像他爹这种敢干未婚先孕的 O 真的是没几个。你是太傻了，生都生了，傻就傻吧。魏婴闷闷地继续说道。魏琛也知道这人是对他爹抱有期待，否则这么多年也不会靠着抑制剂过日子，应该早就去申请腺体摘除手术了。魏琛揉了揉老爹的头，突然异想天开道：“爸，我是你和爹生的，我的味道应该是混杂着你和老爹的味道才对，你以后要不试试我的味道，看看能不能被安抚。”魏婴苦笑不得，都说了是唯一，而且我也不想吸儿子。我怎么了？我可比我爹靠谱多了。魏琛撇撇嘴。屋内，蓝璇拉着蓝湛，靠着老爹，低声在他耳边道：“爸，你追追魏哥好不好？我看你挺喜欢的，喜欢就不要放过，大胆一点，我支持你。”蓝湛嗯了一声，无奈的看来一眼自家闺女，哪有给自己找继父的。他的鼻尖突然闻到了一股暗香，是有些熟悉的酒气，可又沾着烟草的味道，是魏婴的味道。他的眸色淡淡，嘴里却喊着女儿的名字，把女儿宠溺地抱在怀里，透过闻着他喜欢的男孩的味道。江城看了抱在一起的父女一眼，挑挑眉，蓝湛这么喜欢他外甥女，人好像还不错。